第19章，艾米的遗嘱。在家里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艾米在马奇姑妈家过得很不舒心。离开家对她来说非常艰难，她第一次意识到家里人是多么爱她，多么照顾她。马奇姑妈从不娇惯任何人，她觉得那样不对，但她也努力对艾米好些，因为艾米很有礼貌，她很喜欢这个孩子，而且虽然她不愿承认，但她确实偏爱她侄子的女儿们。她努力让艾米住得舒适一些，但是可怜的艾米总是做错事。有些老人尽管满脸皱纹，头发花白，却依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能够分享孩子们的欢乐和游戏，给予他们信任，并与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然而，马奇姑妈却没有这种天赋。她的规矩、命令、客套的礼节和冗长乏味的训诫让艾米非常紧张。老太太觉得艾米比她姐姐更听话、更友善，因此认为有责任尽可能消除艾米家里那种过分自由和放纵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她把艾米带在身边，打算用60年前教育她的那套方法来教育艾米，这让艾米感到绝望，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困在固执的蜘蛛网上的苍蝇。每天早上，她都必须清洗高脚杯，擦亮一些过时的勺子，清洁一个大银茶壶，还要把玻璃杯擦得锃亮。之后，她要负责打扫客厅的灰尘，这可真是个严峻的考验。马奇姑妈连最细微的尘埃都能看见，而且所有的家具都有雕花角，所以艾米总是打扫得不够干净，达不到她的要求。接下来，她要喂鹦鹉玻璃，给狗梳毛，还要上上下下跑10几趟去取东西或办杂事，因为老太太行动不便，很少离开她的扶手椅。完成这些累人的活计后，她才能学习，这简直是对她耐心的极致考验。只有在这之后，她才能有1个小时的时间活动或玩耍。她可真是珍惜这段时光啊！老李每天都来，他哄着马奇姑妈，直到老太太同意让艾米和他一起出去散步，那时候艾米才真正开心。午饭后，他必须大声朗读，不能停顿，也不能离开椅子，即使老太太在第1页就睡着了，1个小时后才醒来。然后是缝纫、缝制布料或拼布被面。艾米表面上专心致志地做着，内心却非常抗拒，直到傍晚时分，她才能再次获得自由，随心所欲地玩乐，直到晚餐时间。夜晚是最难熬的，因为马奇姑妈会给她讲她年轻时的陈年旧事，那些故事冗长乏味。艾米总是盼着能早点上床去哀叹自己的命运，尽管通常她刚流下1、2滴眼泪，就疲惫地睡着了。如果不是老李和老仆人埃斯特，他真不知道那些难熬的日子该怎么度过。单是那只鹦鹉就够他受的了。他知道艾米不喜欢他，便千方百计地捉弄他来报复。如果艾米靠近他，他就揪他的头发。他刚打扫完鸟笼，他就把面包和牛奶弄洒。他会啄墨谱，让狗在老太太午睡时吠叫。他还会在客人面前辱骂艾米，活像一只年老而粗鲁的鸟。艾米也不喜欢那只狗，它又胖又坏脾气。艾米给它梳毛时，它会嚎叫；想吃东西时就4脚朝天地躺着，露出一副傻样，一天至少要吃10几次。厨师脾气暴躁，马车夫又老又聋，只有埃斯特照顾他。埃斯特是个法国女人，为夫人，她通常这样称呼老太太。服务了很多年，她很了解马奇姑妈离不开她，所以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她。她的真名叫埃斯特尔，但马奇姑妈命令她改名，她同意了。条件是永远不要求她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小姐很讨她喜欢，她会在熨烫夫人的领子时
给艾米讲些他在法国生活的趣闻轶事。他也允许艾米在屋里到处看看，在那些大衣柜和旧箱子里翻找那些新奇而精美的物品，因为玛奇姑妈像喜鹊一样，什么都收藏。艾米最喜欢的是一个印度柜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奇怪的抽屉、小洞和秘密隔层，存放着各式各样价值和年代不一的饰品和珠宝。艾米喜欢检查和整理那些宝藏，尤其是那些放在衬着天鹅绒垫子的首饰盒里的珠宝。他们曾经点缀过一位40年前的贵妇，里面有一套石榴石首饰，是玛奇姑妈在她的成年舞会上戴过的，有她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珍珠项链，有新郎赠送的钻石饰品，有悼念用的戒指和胸针，有装着已故朋友肖像和头发的纪念章，有她独生女小时候戴的手镯，有玛奇叔叔的表，还有一个盒子里单独放着一枚戒指。玛奇姑妈因为手指变粗已经戴不上了，但她却像最珍贵的珠宝一样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如果小姐要选一件首饰，您会选哪一件呢？有一天，埃斯特问道。她总是陪在艾米身边，照看那些珠宝，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原处。我更喜欢钻石，但是这里没有钻石项链。我非常喜欢项链，我觉得项链很能衬托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选这个。艾米回答，她出神地看着一条金链子，链子上串着乌木珠子，吊着一个沉甸甸的铜材质十字架。我也喜欢它，但它不是项链。对我来说，它是一串念珠，我会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使用它。埃斯特说着，眼睛一直没离开那件漂亮的饰品。它和你梳妆台上那串闻起来很香的木珠子用途一样吗？艾米问道。是的，是用来祈祷的。我相信圣徒们会更希望这件珠宝被用作念珠，而不是一条虚荣的项链。你的祈祷似乎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埃斯特。祈祷之后，你总是看起来很平静，很满足。我真希望能有那样的感觉。如果小姐是天主教徒，您也会找到同样的安慰。但是，既然您不是，我建议您每天留出一些时间来沉思和祈祷，就像我为夫人工作之前侍奉的那位好夫人一样。她有一间小教堂，在那里她能从许多痛苦中得到解脱。我这样做可以吗？艾米问道。在孤独中，她感到需要寻找安慰和帮助。但是，现在贝斯不在身边提醒她，她总是忘记读母亲送给她的那本书。这不仅是个好主意，而且会非常好。如果您允许，我会在更衣室里为您准备一个地方。不要告诉夫人。当她睡着的时候，您去那里独处一会儿，想想美好的事情，祈求上帝帮助您的姐姐。埃斯特非常虔诚，他的建议再真诚不过了。他心地善良，非常同情姐妹俩的痛苦。艾米喜欢这个主意，同意埃斯特在他卧室旁边的更衣室里布置一下，希望能帮助他感觉好一些。我想知道，玛奇姑妈去世后，这些漂亮的东西会去哪里呢？他一边把那串闪亮的念珠放回原处，一边评论道，然后逐一关上首饰盒。我知道他会把它们留给您和您的姐妹们。夫人信任我，她让我当她遗嘱的见证人，所以我知道。埃斯特笑着小声说。太好了。虽然我更希望他现在就让我们用，等待可不是我的强项。艾米说着，又朝那些钻石投去最后一眼。你们还太年轻，不适合戴珠宝。第一个有男朋友的人会得到珍珠，夫人是这样写的。而且我想，小姐，夫人会在您离开的时候，把那枚小小的绿松石
戒指送给您，作为对您良好态度和礼貌的奖赏。您是这么认为的吗？哦，我会像一只小羊羔一样温顺。为了那枚戒指，我什么都愿意做。它比基地布莱恩特戴的那枚漂亮多了。说到底，我还是挺喜欢马奇姑妈的。艾米兴高采烈的是戴着那枚蓝色的戒指，决心要得到它。从那天起，她堪称温顺的典范。老太太对她在教养方面的进步赞不绝口。埃斯特在更衣室里安放了一张小桌子，前面放了一个脚凳，还从一间锁着的卧室里找到一幅画。他认为那幅画没什么价值，但画上的图像很合适，于是便借用了它，相信夫人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在意。然而，那原来是一幅世界名作的珍贵复制品。艾米酷爱美好事物，她凝视着圣母玛利亚温柔的面庞，心中充满柔情地思念着母亲，百看不厌。她把自己的小新约和赞美诗集放在桌上，还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着老李送来的鲜花。他每天都去那里独处一会儿，想想美好的事情，祈求上帝帮助他的姐姐。埃斯特给了他一串带着银色十字架的黑色念珠，但艾米把它挂了起来，从未使用过，因为她不确定它是否适合她的新教祈祷。小姑娘这样做是非常真诚的。失去了家庭的安稳，她感到了寻求朋友援手的需要，并本能地寻求那位最强大、最温柔的朋友的帮助。她以父亲般的慈爱保护着她的孩子们。她很想念母亲能帮助她更好地了解自己，并以正确的方式行事。但是，由于她从小就被教导要在正确的地方寻求帮助，所以她尽力找到正确的道路，并充满信心地走下去。但艾米还是一个年轻的朝圣者，在那些时候，她觉得担子太重了。她努力不去想自己，保持乐观，并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感到满足，即使没有人看到或称赞她。在她第一次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的时候，她决定像马奇姑妈那样立下遗嘱。这样，如果她生病去世了，她的财产就能得到公正而慷慨的分配。仅仅是想到要放弃她那些小小的宝藏，在她看来，这些宝藏就像她老姑妈的珠宝一样珍贵，就让她感到无比的悲伤。她用1个小时的玩耍时间，尽可能认真地起草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埃斯特帮她处理了一些法律术语。当这位好心的妇人作为见证人签上自己的名字后，艾米感到如释重负，便把文件放在一边，等着交给他预定的第2位见证人老李签字。由于下雨了，他上楼到一个大卧室里玩，只带了玻璃作伴。房间里有一个衣柜，里面装满了过时的服装。埃斯特允许他把那些衣服当作戏服，穿上那些褪色的织锦服装，在镜子前走来走去，行着屈膝礼，听着裙裾拖过地板的声音，这是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那天，他玩得非常投入，以至于老李来时按门铃他都没听见，也没看见他探进头来，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踱来踱去，娇媚地摇着扇子，歪着头，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头巾，与他那件蓝色的织锦连衣裙和黄色衬裙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老李后来告诉乔，看他穿着那身奇装异服，迈着小碎步走路的样子，真是滑稽极了。波利则跟在他身后，一本正经地尽力模仿他，时不时停下来咯咯地笑，或者叫道：“我们过得真好！走开，稻草人！星号星号闭嘴！星号星号亲我，亲爱的！”哈哈！老李尽力忍住笑，以免冒犯这位女王陛下。他敲了敲门，
艾米请他进去。请坐下休息一会儿，我把这些东西脱掉。然后有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和您谈。艾米展示完她的华丽装扮，把玻璃安置在一个角落后宣布道。老李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这只鸟真让人头疼，艾米继续说道，一边从头上取下那堆粉红色的布料。昨天，姑妈睡着了，我想安静地待一会儿，她却开始在笼子里扑腾和尖叫。我过去看看她怎么了，发现里面有一只大蜘蛛。我打开笼子想把蜘蛛弄出来，蜘蛛却跑到书架下面躲了起来。波利跟着它出来了，他探头到书架下面，用他那种滑稽的方式说话，还眨着眼睛说：“亲爱的，出去散散步吧。”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波利叫了几声，吵醒了姑妈，结果我们俩都被骂了一顿。那蜘蛛接受了我们老朋友的邀请吗？老李打着哈欠问道。是的，他出来了。鹦鹉吓得要死，飞快地逃开，抓住姑妈扶手椅的靠背，开始大叫抓住它，抓住它。我则尽力去抓它。那是谎话。哦，天哪！鹦鹉大叫道，啄着老李的脚趾。如果你是我的，我就扭断你的脖子，你这个老麻烦。老李挥拳威胁着那只动物，那只动物歪着头，非常严肃地回答：哈利路亚，亲爱的，纽扣真好。我准备好了，艾米宣布道。他关上衣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请您读一下这个，告诉我它是否妥当合法。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因为人生无常，我不想让我的死引发纷争。老李咬着嘴唇，稍微转过身，开始阅读那份文件。考虑到其内容，他表现出了值得称赞的严肃。我的最后遗嘱。我，艾米科蒂斯马奇，神志清醒，自将我所有个人财产分配如下：赠予我的父亲我最好的画作、素描、地图和艺术品，包括画框，以及我拥有的$100，供其随意使用。赠予我的母亲我所有的衣服，除了带口袋的蓝色围裙，还有我的画像和奖章，饱含深情。赠予我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我的绿松石戒指，如果我能得到它，我画着鸽子的绿色盒子，一条领结，还有我为她画的画像，愿她借此怀念她的小妹妹。赠予乔用火漆修好的胸针，我的铜墨水瓶，盖子是他弄丢的，还有我珍贵的石膏兔子，以表达我对烧毁他手稿的深深歉意。赠予贝斯，如果他比我活得长，我的洋娃娃和我的书桌，我的扇子，我的亚麻领子，还有我的新鞋子，如果合脚的话，因为他生病后会更瘦。在此，我声明，我对曾经取笑老乔安娜深感懊悔。赠予我的朋友兼邻居西奥多劳伦斯，我的纸胎漆器文件夹，我的石膏马，尽管他说他没有脖子。此外，为感谢他在我困苦之时给予的帮助，他可以从我的作品中任选一幅，尽管最好的是圣母像。赠予我们可敬的恩人劳伦斯先生，我带镜子盖的紫色盒子，供他存放羽毛笔，并借此怀念这位已故的小姑娘。他非常感谢他对他家人所做的一切，尤其是对贝斯。赠予我最好的朋友基蒂布莱恩特，我的蓝色丝绸围裙和我的金珠戒指，并附上一个吻。赠予汉娜，我喜爱的女帽商，还有我的碎布作品，希望她看到它们时能想起我。现在，我已经分配了我最宝贵的财产，相信每个人都会满意。我死后，他们也不会争吵。我原谅所有人，并相信当最后的号角吹响时，我们会再次相遇。
阿门。我与主后1861年11月20日签署此最后遗嘱。艾米·柯蒂斯·马奇。见证人：埃斯特尔·瓦尔诺和西奥多·劳伦斯。最后一个名字是用铅笔写的。艾米解释说要用墨水重写一遍，并盖上印章。您是怎么想到这个的？有人告诉您贝斯决定分配他的东西吗？他非常严肃地问道。艾米在他面前放了一条红色的丝带、火漆和一个印章。小姑娘回答了他的问题，然后痛苦地补充道：“您说贝斯怎么了？”我很抱歉说漏了嘴，但既然已经开始了，我就把一切都告诉您。有一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就告诉乔，他想把他的钢琴留给梅格，把他的小鸟留给您，把他旧的洋娃娃留给乔。乔会替他珍惜它。他说他很遗憾没有什么可以给的。给我们其他人留下了他的头发，给我祖父留下了他全部的爱，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立遗嘱。老李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字，盖了章，直到一滴大大的泪珠落在纸上，他才抬起头。艾米担心地看着他，但只说：“遗嘱上不可以加东西吗？”“可以，那叫做附录。”“那就在我的遗嘱上加一条吧。我想让人把我所有的卷发都剪下来，分给我的朋友们。我忘记了，但我希望他们这样做，即使我会变得更丑。”老李加上了那段话，对着艾米那最后而伟大的牺牲笑了笑，然后他陪了他1个小时，并对他的烦恼表示了关心。到了该走的时候，艾米拉住他，嘴唇颤抖着小声说：“贝斯有危险吗？”“恐怕是的，但我们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别哭，亲爱的。”老李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像兄长般安慰他。他走后，艾米去了他的小教堂，坐在昏暗的光线下，为贝斯祈祷，泪水盈满了双眼，心中充满了痛苦，觉得即使有100万枚绿松石戒指，也无法安慰他失去他可爱的妹妹。